殷公主，为什么你们宫的长老去了这么久还没有出来？难不成被我说中了？师祖的灵力并没有减弱。各位还是稍安勿躁吧，等待消息便好了。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往哪里刺最好？动手！动手！你们怎么非要逼我？老板，您怎么还碰瓷儿呢？灵脉果然被减弱了，好机会！机会被你抢先。邢公主，你不一起进去吗？师掌门，你是师祖的守护者，你都没有进去，我怎敢轻举妄动啊？当年你可是亲历了师祖被封印的整个过程，他有多强大，你是最清楚的。这新月夜灵力会被削弱之事，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相信师祖不会甘为鱼肉的。师祖，你醒醒！师祖，师祖，醒醒！师祖，吵死了！你还好吧？怕了？当然怕了，我连鸡都没杀过，上来就让我杀人，您怎么自己撞过来了？放心，这是解开封印必要的一环。什么意思啊？后戏就要开始了。师祖，您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师祖，您可安好？师祖身边那位，你，去探探他的脉。怎么探啊？我没有学过中医。何须再探？看他这样子，想必是真的不行了。没错，我已经身受重伤，灵力几乎消耗殆尽。想必你们也是有所发现，才赶过来的。人都齐了，甚好。我的命就在此，来拿吧。师祖，
你哪来的底气啊？我俩刚避免了你死我活，又要同生共死了吗？我不让你死，你就不会死。司马交，到了如此地步还这般猖狂，我等好心送门下弟子前来服侍你，你却无故杀戮，是何道理？你又是哪个宫的？被你们关了500年，我都记不得了。当初封印我的老家伙，怎么只剩你们3个人了？人都没到齐，何能解我心头之恨？这个时候还要拉仇恨，不愧是祖宗，我真的佩服。诸位都听见了吧？司马交这是要和我们翻旧账了。今夜我们联手，定能解决他。若今夜不杀了他，日后谁都逃不掉。哎，糊涂啊，真是糊涂。我死了，便没人能再供养灵火了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？待你死后，我等手握血凝花和你的尸身，自然会庇护，更趁先辅重任。你说的血凝花，可是雌朵？中计了！司马交是想引我们8大宫前来，用我们的血解除封印。快走！往哪儿跑？是灵火，出不去了。师祖，这恐怕是个误会，我们绝无恶意。至少我们天之宫，绝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啊！果然，你新月夜会虚弱一事是个谎言。现在才意识到，迟了些吧。跟他拼了！司马交，凶残至死，简直就是个魔头！司马交，你不得好死！司马交，你千算万算，没想到还少了一个星河灿吧？只有8大宫的直系血脉才能解开封印。那星河灿平时胆小如鼠，现在却使你计划落了空，也算是立了一大功啊！你怎知少他一人，我的一切计划就落空了呢？你们送进来的人，我当然要好好利用。
到这一刻了。好吗？我已经忍着牙龈的封印很久了。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哈。没错，那就好。封印竟然被解了，果真，灵力被削弱之事是假的。师祖传出谣言，定有他的谋划，想必里面一定是一片血海。别说了，去看看。你看他们每一个人，走出去都是令人畏惧的大能。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。 多可笑！对此你作何感想？你的腰好细。什么？我觉得你可能是被关久了，饿成这样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遭受过的痛苦。 都要一一讨回来。我可没这样说啊！你狗多！师祖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哈。你不想死，
当然不想死，我刚刚都要被吓死了。师祖出关了！什么？快！恭迎师祖出关！恭迎师祖出关！廖廷彦，你侍奉不周，险些颠覆先府命脉。师祖，弟子今日就替您清理门户。师祖，恕罪呀！岂容你在我面前放肆！师祖饶命，弟子只是担心师祖。怕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这位弟子是四世之宫的吗？竟得师祖如此青睐。我也从未见过这位弟子。师祖之前可是对我们宋剑山的弟子大开杀戒，怎么偏偏留下个修为低劣的3灵根弟子，有何用处？当初送弟子入山之时，抱着何种心思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师祖，今日三神山被毁成这样，不如您先去白鹿崖暂住，等弟子们把这里修葺完毕，再请师祖回山。还想将我押回来再封500年？师祖，你误会了，我是……行了。师祖，您不会因为我目睹了您的杀人现场，就把我灭了吧？你在想什么？师祖，您要杀就杀吧，别玩我心态了。如果杀累了，要不就回去洗洗睡了吧。那便依你。师掌门，师祖，这是何用意？老板，师祖，我还想活，您千万别杀我。那便留你一命。这也太突然了。突然吗？我为这一刻已经准备了500年，以8大宫直系血脉为我解开封印结界。这方法我一直都知道，但难题在于如何凑齐8宫血脉为我解封。我出不去，只能让他们进来。我将灵火炼出分身，增进修为，为的就是点燃8大宫心中的恐惧。师祖息怒啊！他
他们恐我冲破封印结界，自会派人进山。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一旦送进山的弟子丧命，他们便会因畏惧之心，蠢蠢欲动。师祖怕是还记着昔日的恩怨。让我们先下手为强。你去把塔外的结界消了，老鼠会顺着缝隙溜进来。而这第一个新月夜，就是我最虚弱的时候。那些溜出去报信的弟子，会诱使山外公主趁虚而入。公主，新月夜是她500年难得一遇的虚弱之时，但只靠传言，还远远不够。端看新月之夜的当天，灵脉是否会变弱即可。师祖体内的封印法钉令他无法自戕，这点是做不得假的。你今日无需再干杂活，只需学会一种杀人的术法。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往哪里刺最好？动手！你们干嘛非要救啊？我与灵火融为一体，一旦我的心脉受损，与灵火相连的灵脉便会受到影响。只有八大公亲眼看到我身体虚弱的征兆，他们才会不顾一切的进山。灵脉果然被减弱了，好机会！岂会被你抢先？让你刺伤我，是使这个计划成功的最后一步。那您自己捅自己一刀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要我动手啊？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，怕我在三圣山与这仙府的灵力同归于尽，在封印我的钉子上加了禁制，让我无法自戕。所以这一剑要由你来刺。再者，不给你这个机会，怎能让我彻底辨别你当真无害我之心？拿自己的命当赌注，您可真是一个狠人。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是。骂来听听。杀人狂，大混蛋，你满意了吗？那你是否想杀我？不想。这所有的因果。你不是困了吗？去睡吧。又狗过了一天。为了伤口的愈合，沧海浑浊，雨天一波，成全着了我。你为我，为了晨曦的口舌。司马娇在这里被封了整整500年。现在终于出来了，为什么他看起来并不开心呢？这仙府定藏了不少秘密，再让那群人苟延残喘些时日。
这贱奴竟想要夺位！究竟是什么东西，竟能炼化公主的内丹？难道你是公主的直系血脉？不会是公主女儿吧？公主女儿？不然，我如何炼化她的内丹？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从今日起，阴之宫由我叶入灵掌管。若有不服，尽管来战。弟子不敢。拜见公主！司马娇，你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他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睡觉而已，也值得这人如此痴迷。怎么回事？我就补个觉而已，怎么就被睡了？不知道师祖还要疯到什么时候。这些人对他来说不过是蝼蚁，估计我在他眼里也一样。算了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当羡慕一面山河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追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赴约最远，但只见爱可以幻灭。追爱无言，惹不来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换。当羡慕一面山河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追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最远，但只见爱可以幻灭。追爱无言，惹不来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。这方寸之地，竟囚了我500年。追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最远，但只见爱可以幻灭。追爱无言，惹不来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换。师祖，白鹿崖内已准备妥当。
师祖，当年那场大火之后，弟子就将这白鹿崖重新修葺了一番。虽然往日的风采已不在，但是一切的事物依然如旧。师祖尽管和这位弟子安心住下。过来。弟子知道师祖不喜被人打扰，弟子特意选了一些傀儡人，他们既无意识，也无灵魂，方便师祖差遣。师祖闭关之时，师某没有办法侍奉左右。今日师祖已经出山，师家就应该尽司马家祖辈赋予的义务，不然师家再更成仙府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。请师祖成全。师长们，师长们一心维护司马氏，却还能在与八大宫的斡旋之中全身而退，费心了。我会为师祖守好更城仙府，等着师祖归来。风景好是好，只是白鹿崖里只有我一人面对这嗜杀的诅咒。不知道我这条小命还能留多久。你没休息好吗？啊，不是。那为何今天不如往常一般模样了？我往常啥样啊？问题不少，废话很多，还尽是些我听不懂的胡言乱语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那些人一定要死吗？你想替那些人伸冤吗？我只想知道原因。师祖居然没生气，脾气和猫一样难以预判。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我讨厌这里，但这里毕竟是我的家。哎，这花在三圣山见过啊。小命差点不保。这些花叫日月幽檀，花的种子是司马氏族人死后身体里留下的骨珠，一颗骨珠便能种出一株日月幽檀。那这不就是墓地吗？这么多花，得死多少人啊？司马氏族人死后，身体留不下来，能留下来的只有一颗珠子。以前留存了很多珠子，一部分被我撒进了三圣山，另一部分被我撒在了这里，然后就开出这些花来了。真是惊悚又浪漫。
我送你一朵，自己选吧。可我摘花，您不会杀了我吧？还有，这日月幽潭最奇特之处就在于，恶人死后骨株种出来的花，则是无药可解的剧毒；而善人的骨株所种出来的花，则是可解毒的灵药。只不过这些花都样貌相同，无人能分辨出来。那我这朵不会是毒花吧？好像没什么事儿。哦，这样说的话，在三圣山那晚，玉蓉蓉是因为摘花中毒才死的呀？哼，贪心的人运气一向不好。还好，当时这花我都没敢动。不过这无药可解的剧毒和可解毒的灵药，不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？看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，选的应该是灵药，嘿嘿，运气不错。嘿嘿嘿嘿。我是被花毒死了吗？这里是哪儿啊？这不是师祖的小火苗吗？小火苗，都给我滚！看见你们就烦，滚！连声音都不一样，看来不是同一簇啊。你的脾气为何总是如此之坏啊？胡说，你来的时机总是不对而已。他怎么和师祖一样用血供养灵火啊？那我明日来时，能否遇上你脾气好的时候呢？我又不曾向你发火，谁让你们那些司马氏族人总是惹我心烦？原来他是师祖的族人，这里看起来像是从前的白鹿崖。司马鄂，你莫要再执拗下去！我不愿嫁，我绝不嫁。延续凤山一族的纯粹血脉，供养灵火是我们司马氏的使命。那我应该尽的是他的记忆。我并不爱他。胡闹！家族使命岂能用儿女情长来衡量？你与司马氏同宗但不同脉，生来便肩负着延续凤山的重任。成婚一事合理合智。你们想逼我成婚传嗣，肯定又是那八大宫的主意。你看我们如今，哪还像庚辰仙府的掌管者，只是八大宫延续仙府荣光的傀儡罢了。这关乎着庚辰仙府的繁荣与安稳。鄂儿，你就别再固执了，滚出去！再不走，我烧死你！太惨了，婚嫁不能自主，还要被 PUA 背负起一族的兴衰。不过，八大公怎么还干逼人结婚传嗣的事儿？如此活着，与笼中的囚鸟有何区别？只要我存在，司马氏的命运便无法改变。这就是人心的贪婪，把我们逼至绝境。若有一天，世间再无凤山灵火，司马氏一族或许能得到解脱。可如今，师祖依旧在供奉灵火。婚礼啊，他最终还是妥协了。明明结婚应该两厢情愿，是美好的事，现在却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司马石与司马鄂结为道侣，绵延凤山血脉，鸳鸯灵山之火。八大宫真是让人恶心，难以想象
当年司马一族竟然被八大宫如此欺凌。这又是哪里？不哭了。乐儿，你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。那就叫他娇儿吧。这个婴儿竟是师祖。